此时此刻，加密货币市场总值中有超过1700亿美元是以稳定币的形式存在的。我们每一次打开交易所每一次进行买卖决策，几乎都离不开这根拐杖。我们将法币兑换成 USDT 或 USDC， 在那一刻起，我们的大脑就默认停止了对这部分资产的风险计算。我们下意识地认为这串数字就是美元，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思维惰性。金融市场的历史反复证明，最大的风险往往伪装成最安全的资产。2008年次贷危机源于被评为3A 级的抵押贷款证券，2023年的银行业危机源于被视为无风险资产的美国国债。这期视频呢，我们要打破这种思维惰性，不再把稳定币看作一个简单的交易工具，将其视为一个庞大、精密却充满结构性缺陷的金融产品。我们将穿透泰达的资产负债表，解剖算法稳定币的死亡螺旋，复盘硅谷银行倒闭的惊魂48小时，并最终推导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在日益动荡的 Web3 世界里，稳定币不是一个最佳的投资选择。如果非要选一个，可能比特币算是你唯一的诺亚方舟。各位早上、中午、半夜企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人，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发车。泰达公司在2014年诞生时，讲了一个极其动听的故事，每一枚 USDT 都对应银行账户里的1元美金。这种1:1全额现金储备的承诺，构成了早期加密货币市场的信心基石。但随着 USDT 发行量从几亿激增到1000多亿，这个承诺在商业逻辑上就变得不可持续了。泰达并不是慈善机构它是商业公司。如果它真的把1000亿美元存到银行里，它不仅拿不到多少利息，反而要支付昂贵的托管费和保险费，这显然不符合资本逐利的本性于是储备金的构成呢，便悄然发生了改变。我仔细查阅了泰达近年来的透明度报告，会发现现金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短期美国国债、货币市场基金、逆回购协议、商业票据甚至担保贷款组成的复杂投资组合。在传统金融学定义上，这种模式有一个专属名词叫影子银行。泰达实际上是在模仿银行的运作，吸收公共存款，然后进行期限转换和信用转换。但关键的区别在于，传统银行受到严格的资本监管，并且由中央银行充当最后的贷款人。泰达没有这些保护网，这里隐藏着一个致命性的流动性错配风险。我们持有 USDT 是因为我们需要极高的流动性，我们需要它像现金一样，可以在任何时刻、任意交易所以秒级的速度完成支付和变现。然而，泰达手中的资产并不具备同等的流动性。美国国债虽然流动性很好，但是并非现金，变现需要交易对手。商业票据则更慢，它本质上是借给企业的短期贷款。如果企业违约，这部分的资产就会归零。至于担保贷款，其实流动性更差。我们设想一个场景黑天鹅事件爆发，比如某大型交易所关闭，或者宏观经济极度衰退，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巨量资金在短时间涌向泰达的兑付窗口，要求赎回美元。这就是经典的挤兑情况了。面对100亿级别的瞬间赎回需求，泰达手中的现金会迅速被耗尽，他将被迫抛售国债和商业票据。如果当时的市场行情不好，债券价格下跌，泰达就必须亏本卖出，资产端的亏损会迅速侵蚀权益端。一旦储备金的价值跌破发行量，比如1枚 USDT 背后的资产只剩下 0.95 美元吧，恐慌会呈指数级放大。这种正反馈循环足以在几天内摧毁一个1000亿级别的金融帝国。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每个影子银行在缺乏监管和兜底机制下必然要面临的结局。我们很多人进入加密货币世界是为了逃脱法币体系的控制，寻求金融自由，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稳定币的爆发反而在客观上巩固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目前的加密货币交易超过 90% 的交易对是锚定美元的，这在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离岸数字美元市场。美国政府对稳定币的态度实际上非常微妙如果你仔细观察华盛顿政客的言论，你会发现他们虽然口头上严厉抨击加密货币洗钱，但在行动上却对美元稳定币网开一面。原因非常现实就是利益。USDT 和 USDC 已经成为美国国债的重要买家。根据最新的数据这些稳定币的发行商持有的美债规模已经超过了德国、澳大利亚这样的主要工业国，甚至逼近沙特阿拉伯的持有量。在美联储激进加息，全国各央行都在减持美债的背景下，稳定币市场成了美债最坚定的接盘侠。我们每个持有 U 的人，实际上都在间接为美国的巨额国债提供融资，都在为美国政府的赤字书写。
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美国通过滥发货币呢输出通胀，而加密市场通过稳定币吸收了那些溢出的美国流动性。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控制权。很多人天真的以为 U 在区块链上流转就是去中心化的，就是抗审查的，这就大错特错了。U 是典型的中心化代币，他们的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发行公司手里。我们可以查一下 ERC20 USDT 的智能合约代码，会发现一个名为的函数。这个函数赋予了泰达公司一项上帝般的权利，它可以随时冻结任何一个地址上的资金。一旦泰达公司收到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或者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的指令，他们不需要经过法院的公开审判，也不需要复杂的法律程序，只需要在后台敲几行代码，你的钱包里的 USDT 转瞬间就会变成一串毫无价值的废数据，你无法转移，无法交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烂在链上。这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无数次了，比如某些黑客案的涉案资金，再到涉及俄罗斯实体的账户。这些案例仅仅展现了技术的可能性，更展示了监管的执行力。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残酷的现实啊，你手中的稳定币本质上是美国政府允许你持有的美元，这条电子狗链的另一端始终紧紧握在华盛顿的手里哦。既然稳定币已经成长为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的庞然大物，各国政府的监管政策也正在从早期的无视或封杀转向全面的穿透式监管。这场监管竞赛的本质是将游离在银行体系之外的资金强行拉回到传统的金融监管框架内。比如欧盟推出的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案，堪称史上最严。法案将稳定币细分为资产参考代币和电子货币代币。该法案的核心逻辑是资本壁垒和本地化。如果你想在欧盟合规运营，你必须持有电子货币机构的牌照，并且要接受定期的高强度审计。对于泰达这种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运营不透明的机构，法案几乎就是一道逐客令。这迫使各大交易所开始在欧洲下架不合规的稳定币交易对，市场格局正在被强行重塑。另一个例子是香港金管局推出的稳定币发行人沙盒计划。香港的思路非常务实且具有战略性，它不仅指稳定币，但是要求发行人必须可控。香港的监管细则明确要求，储备资产必须全额覆盖发行量，且必须存管在香港持牌银行的独立账户中。更重要的是，香港明确禁止了算法稳定币，监管者的潜台词很清楚了，我们只接受基于法币抵押的数字化货币，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金融炼金术。这其实是香港试图在 Web3 时代争夺定价权，通过合规的港币稳定币或离岸人民币稳定币来对冲美元稳定币的垄断。然后说说美国的情况吧，虽然联邦层面的支付稳定币清晰度法案还在两党博弈中难产，但监管的大方向已经不可逆转了。美国的监管机构如美联储和 SEC， 它的目标是银行化，他们希望将稳定币发行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银行，这意味着稳定币必须遵守与摩根大通同级别的反洗劫和 KYC 规定。对于泰达这种长期游离在离岸监管真空地带的巨头，美国采取的是围而不攻、等待时机的策略，通过切断与其正规银行体系的连接，逐步压缩它的生存空间。各国的合规路径虽然细节不同，但终局是一致的。稳定币将不再是狂野西部的硬通货，而是变成一种受到24小时监控、必须实名使用的银行存款替代品。所谓的隐私和自由将在合规的浪潮中彻底消失。上面说的都是理论了，我们再聊聊实际中出现的案例。在过去几年，每一次发生危机呢，都会有几十甚至上百亿美元的代价告诉我们同一个真理：没有任何一种中心化的锚定是永恒的。2022年5月，曾经市值高达400亿美元、排名第3的稳定币 UST， 在短短几天就归零了。UST 没有1分钱的法币储备，它的稳定性完全依赖于一套精妙但是脆弱的算法。当 UST 高于1美元，系统呢是允许用户销毁1美元的 Luna， 铸造1个 UST， 套利者卖出 UST 获利，增加供应，压低价格。当 UST 低于1美元的时候，系统允许用户销毁1个 UST， 铸造1美元的 Luna， 套利者买入 UST 销毁，减少供应，抬高价格。这套机制在顺风顺水时运行完美。Luna 的价格甚至被推高到了100多美元，但是背后隐藏的逻辑死结就是信任和传导性。当宏观环境恶化，大量的资金开始定向狙击，大量抛售 UST 的时候， UST 的价格跌破锚定。为了挽救 UST， 算法开始疯狂增发 Luna，
Luna 的供应量在几天内几亿枚暴涨到几万亿枚，价格瞬间稀释到小数点后好几个零。Luna 越跌，大家对 UST 的信心就越崩溃，大家就越抛售 UST， 这就是著名的死亡螺旋事件。UST 的崩盘不仅蒸发了400亿美元的财富，更引发了三箭资本等一系列机构的连环破产。它血淋淋地证明了不基于实物价值的共识，本质上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一个浪打过来，结果就是秒没全。如果说 UST 死于激进的创新，那么 USDC 的脱钩危机则死于太过相信银行。USDC 呢，一直是以最合规、最透明、全额储备自居。他确实做到了啊，他把储备金老老实实的存进了受监管的美国银行里。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2023年3月，全美排名前20的硅谷银行突然宣告破产，在用户挤兑下，流动性枯竭了。这导致 USDC 原有的33亿美元的现金储备就存在硅谷银行里，且无法取出。消息一出呢，恐慌情绪就瞬间引爆了。被认为绝对安全的 USDC 在二级市场上遭到了恐慌性的抛售，价格一度跌到 0.87 美元。DeFi 协议中的借贷池也被抽干了，链上流动性直接枯竭。这个事情呢，极具讽刺意味，就是为了对抗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脆弱性。结果呢，最合规的稳定币却因为传统银行倒闭差点陪葬。这也揭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构性缺陷：中期化稳定币无法消除交易对手的风险，它只是把风险转嫁给了商业银行。此时呢，一个终极的问题摆在我面前了。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充满了债务违约风险、充满了法币贬值的世界里，究竟有什么是真正的避风港？这个答案或许有吧。如果非要选一样，我觉得可能就是比特币了。说说为什么？首先，比特币是资产，而稳定币是负债，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当你持有 USDT 的时候，你持有的是泰达公司一张欠条啊。你的财富安全取决于泰达公司的管理层不挪用资金，取决于美国政府不冻结账户，取决于托管银行的不倒闭。中间任何一个环节断裂，你的资产就会瞬间归零。而当你持有比特币时，你没有任何的交易对手，比特币网络没有 CEO， 没有董事会，没有总部大楼，你的私钥直接对应着链上的 UTXO， 这是世界上最权威的一种不需要依赖第三方信用就能存在的数字资产。其次，比特币具有真正的反脆弱性。塔勒布在《反脆弱》的一书中定义，有些事物能从混乱和压力中获益。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啊，当塞浦路斯银行爆发危机的时候，比特币它涨了；当乌克兰战争爆发时，法币汇率暴跌的时候，当地的比特币是溢价的。最经典的是硅谷银行倒闭 USDC 脱钩那48小时，当时大量资金并没有逃回法币，因为人们不再信任银行，资金也没有留在稳定币里，因为人们害怕脱锚。这些恐慌的资金疯狂涌入到比特币里，那一刻，市场用真金白银投出了选票。当传统金融大厦将倾时，比特币才是唯一可信赖的紧急出口。第三呢，就是对抗法币滥发的数字屏障了。稳定币既然锚定美元，就必然继承了美元的通胀属性。自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的购买力实际上已经缩水了 90% 以上，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几千亿扩张到了几万亿。你长期持有 USDT， 看似本金没变，但你的购买力在以每年 3% 到 5% 甚至更高的速度被偷走。比特币的货币政策由于代码硬性规定，总量上限也就2100万了，每4年还减半一次，没有任何人，哪怕是美国总统或者美联储主席，能够修改这一规则。这是一种基于数学的稀缺性。比特币是普通人保护劳动成果不被稀释的仅有的那几个工具之一了。还有一点，我们可以被 USDT 拉黑，可以被银行冻结账户，但是比特币的主链上，只要你支付了矿工费，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你的交易被打包进区块。这种无许可性在和平年代看似微不足道，但是极端环境下，无论地缘政治冲突、资本管制还是个人受到不公平对待时，这就是生存的最后保障。实际上这些并不能说服自己投资啊。其实只有一句话，比特币在过去的牛市里是唯一不会辜负投资者的代币。朋友们，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啊，并不是要大家明天就彻底抛弃稳定币。在当下的市场结构中， USDT 和 USDC 仍然是最高效的交易媒介，我们需要它来购买资产。但是我请大家深刻的记住这句话，工具是用来使用的，不是用来信仰。千万不要把稳定币当成你财富的最终归宿，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过市场波动，你只是跳进了一个更大的看不见的风险漩涡而已。
不要忽视那些关于储备金审计的质疑，不要忽视宏观银行体系裂痕。从 UST 的归零到硅谷银行的暴雷，警钟已经敲响了一次又一次。不要在危房里安家，不要在沙滩上盖楼。当下一场金融海啸袭来，当银行关闭大门，当稳定币脱锚跳水，当法币如同废纸般漫天飞舞时，你会庆幸自己在今天听懂这些逻辑，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是五人，我们下期再见。